我问你们是否相信招魂术的存在，可以在弹幕里面告诉我。其实从古至今，国内外的招魂术层出不穷，形式可谓是五花八门，但归根结底目的都是一致的，那都是为了钱。虽然在现代社会这已经成为了迷信活动，但在19世纪，谁拥有通灵能力就能坐拥百万的追随者。曾经在美国就有一对灵媒姐妹红极一时，甚至成为了推动现代招魂术运动的关键人物。然而到最后，这对姐妹却亲自拆穿了通灵的真相。原来这长达半个世纪的通灵术，起因竟只是孩童时期的恶作剧，这让这些信徒们情何以堪呢？灵媒也称通灵者，传言称这些人拥有与灵魂交流的超能力，他们作为媒介，可以引导死者的魂魄与生者进行交流，传递信息。一旦拥有了大批拥护者，灵媒就会在各地巡回举办降神会，召集大量的信徒，一同与鬼魂对话。而今天视频的主人公就是降神会的风靡人物，也算是祖师级别的了，那就是福克斯姐妹。1848年3月，纽约的海德斯维尔小镇发生了一件怪事，福克斯一家闹鬼了。原因是房子里时不时传来诡异的敲门声以及家具移动的声音。刚开始，福克斯夫妇认为这肯定是百叶窗或者木板松动的声音，但是听了家里2个女儿的描述，福克斯夫妇开始感到不安。2个女儿分别是11岁的凯特和14岁的玛格丽塔。他们笃定怪声来自地板下面，因为那里躲着一个鬼魂。对方还告诉2名女孩自己名叫查尔斯，生前是一名小贩，5年前被人杀害后就埋在了这座房子的地底下。没想到女儿竟然能通灵。起初福克斯夫妇对此还是很怀疑的，但凯特和玛格丽塔直接表演了一场与鬼魂的隔空对话。果然诡异的敲击声再一次响起，凯特在黑暗当中大声说着：先生，请按照我说的去做。紧接着，玛格丽塔拍了4下手，鬼魂立刻回应了4声敲门声。而当被问到凯特的年龄时，鬼魂又敲击了11下，这可把他们的母亲吓得够呛。福克斯一家的闹鬼经历也迅速成为了当地的新闻。实际上，在这场风波过后，凯特发现母亲变得深信不疑，她有点于心不忍，于是旁敲侧击地说了一句：明天就是愚人节，可能是有人想搞恶作剧吧。但母亲却已经深陷其中。正如凯特所说的，这一切本就是骗局，他们的初衷只是想搞点怪声吓唬人而已，没想到最后变得一发不可收拾。至于家里的怪声，实际上是女孩们把绳子系在苹果上面，然后有节奏地往楼梯上砸，以此模仿鬼魂的脚步声。另外其他的怪声也都是他们通过敲击身体的部位来模仿的，就比如类似于打响指的声音，还有敲击大脚趾的指关节。这些平时听不太到的怪响，在黑暗当中就显得特别的诡异。后来凯特和玛格丽塔的技术越来越熟练，他们已经练到不用脱袜子，甚至穿着鞋子就能表演这一把戏，简直是炉火纯青。如果故事到了这里，凯特和玛格丽塔能够站出来主动承认个错误，也就没有后续那么多事情了。可是福克斯姐妹是灵媒的消息就像是重磅炸弹，传遍了整个村庄，不管是左邻右舍还是慕名而来的游客，都想亲自作证他们是不是真的能招魂。为此福克斯家的小木屋都要被挤爆了。而此时的凯特和玛格丽塔心里却有点不安了，他们担心这个恶作剧被曝光后，福克斯家族会成为最大的笑柄，父母也因此而蒙羞。所以当邻居们不停地试探询问各种问题时，福克斯姐妹都迟迟不敢说出真相，到最后他们只好将错就错，把这个弥天大谎继续圆下去。当然还是有许多人对此持有怀疑态度，他们来到福克斯家中，疯狂询问孩子有关于鬼魂的事情，试图找出破绽，揭穿这一骗局。据说有一天晚上，凯特和玛格丽塔的卧室挤满了围观的群众，在摇曳的烛光下，房间四周响起了敲击声，让所有人都信以为真。一位名叫威廉的邻居更是抢先要与鬼魂对话，果然得到了回应。在场的所有人对福克斯姐妹的通灵能力都深信不疑。消息传开之后，邻居们不约而同地在福克斯家门口排起了长队，他们想让这对姐妹帮忙咨询有关已故亲人的问题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福克斯姐妹的信徒。毕竟在当时，灵媒是受神灵启发的人，他们能够被选中传递鬼魂的信息，也算是天选之女，所以人们对福克斯姐妹颇为敬重。大约过了几个星期，远在他乡教书的大姐莉亚在报纸上看到了有关灵媒的新闻，她大吃了一惊，自己的2个妹妹怎么就突然变成了灵媒了呢？显然大姐莉亚是这个家最清醒的人，她的冷静与父母的天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莉亚回到家后就立刻逼问2个妹妹，果然凯特和玛格丽塔都招了。面对这一可笑的骗局，莉亚感到非常愤怒，
但看到这些追随者打心眼里就把他们当作神一般的存在，莉亚的内心又有些庆幸，看来这一把戏很有可能可以改变福克斯家族的命运。很快，莉亚借口要带妹妹们出去避避风头，于是将其接走。在妹妹的指导下，她也学会了用脚趾的指关节发出声音。另外，莉亚还声称鬼魂一直在跟着他们，迫不得已只好搬家，可是新家却选在了墓地附近，这完全不像是害怕闹鬼的行径。总之，三姐妹就正式开启了招摇撞骗之路。其实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，美国的领土扩张进入高峰，移民人数创新高，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繁荣的同时，也导致城市过度拥挤，卫生条件极差，进而引发了许多可怕的传染病，就比如霍乱、百日咳、白喉等等恶疾。据统计，当时1/3的新生儿都活不过1岁，许多妇女也熬不过产后发热，死亡已经成为了家常便饭。数百万的家庭都承受了失去亲人的痛苦，他们急需要一种信仰，能够与死者沟通，而降神会就成为了他们的寄托。为了在当地打响名气，莉亚最先找到的就是自己的好朋友艾米夫妇。他很清楚这对夫妻失去了好几个孩子，在降神会上，凯特和玛格丽塔精准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，令人信服。艾米夫妇很快就成为了他们的信徒，还帮忙大肆宣传。就这样，灵媒姐妹名声大噪，她们操办了各种降神会，门票定价为1美元，根本就不愁卖。在招魂过程当中，所有人都是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，彼此手拉着手，静静的等待。很快，凯特和玛格丽塔便会进入恍惚的状态，紧接着就能听到鬼魂发出打响指的声音，其实就是他们的脚趾开始工作了。最后断断续续的回答生者的疑问，这一套流程下来，信徒们往往只会更加相信灵媒姐妹的通灵能力。据说当时不仅仅在纽约，就连在新英格兰举办的降神会也都座无虚席。虽然有许多人都对这种招魂术笃信不疑，但还是有一部分清醒的人已经看出了这所谓灵媒的古怪之处，特别是他们偶尔还会搞些噱头，声称会邀请名人的鬼魂，就比如本杰明·富兰克林等等。但旁观者发现，这些所谓的名人鬼魂根本就不像生前说话的方式，有时候更加离谱，干脆说时机不成熟，这些名人的鬼魂不愿意出现。可笑的是，有一场降神会，因为地板上放置了垫子，导致凯特和玛格丽塔的绝技施展不出来，脚趾关节碰不到地板上，发不出声音。反正整场降神会鸦雀无声，空气里都弥漫着尴尬。对此，为了尽快缓解，莉亚反过来开始 PUA 现场的信徒们。正因为降神会充斥着负能量，所以才会阻碍灵媒与鬼魂之间的交流。只有聚集那些100%虔诚、无条件相信灵媒的信徒，才能招魂成功。实际上，在当时，降神会一直都遭到了许多神职人员的抵制。他们抨击福克斯姐妹是邪恶的女巫，还有人认为她们就是疯子。但不管怎么搜查，都找不出女孩们的秘密。然而在私底下，为了稳住姐妹们的情绪，莉亚突然给她们洗脑，自称鬼魂是真实存在的，他们就是真正的灵媒。可没想到的是，这却把妹妹们都搞糊涂了，意见出现了分歧。尤其是玛格丽塔，她作为主要的表演者，越来越不满这份工作，到最后竟然开始罢工。但是不开降神会也就没了收入，三姐妹闹得鸡犬不宁。无奈之下，玛格丽塔妥协了。到此为止，三姐妹做的局也就彻底形成。不得不说，如果没有莉亚的商业头脑，这对姐妹的灵媒之路肯定不会如此顺利。其实在这之前，莉亚只是一位单亲妈妈，不过靠着灵媒的名气，她又把自己包装成为了独立女性的人设，还告诉公众，原先因为单亲妈妈的身份，已经在社会上遭遇了许多限制。但她在灵媒领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，最终也成功让女性占据了主导地位。果然，只要人设包装的好，一切都没有问题。莉亚在获得巨大的财富和社会影响力的同时，还成功嫁给了华尔街的银行家。三姐妹也被公认为宗教运动的领袖，即使到了纽约，许多杰出的文人也都争先恐后的参加他们的降神会，可谓是混得风生水起。还有一点非常关键，那就是在成功博得文人的信任后，他们的宣传就变得更加有含金量了，甚至有些报纸就直接推翻自己过去的态度，开始跟风宣传这对灵媒姐妹。因此，招魂术也被视为时代的奇迹。好景不长，三姐妹中的玛格丽塔遇到了爱情，对方一眼就看穿她们是被大姐指示，正在从事诈骗活动。她劝说玛格丽塔放弃灵媒的工作，接受正规的教育。在爱情的驱使下，玛格丽塔答应了。可不幸的是，心上人意外离世了，这带给她了巨大的打击。后来，玛格丽塔回到了降神会，但染上了酗酒的恶习，精神状况飘忽不定。而凯特的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，纸醉金迷的生活让她也沉迷于酒精。这可把莉亚急坏了，可越是这样，这对灵媒姐妹越是想逃脱大姐的控制，三姐妹的分歧又开始了。1888年10月21日，凯特和玛格丽塔在纽约音乐学院进行了公开忏悔，这一切都源自于童年的恶作剧。
玛格丽塔在台上展示了自己操纵了40年的把戏，果然整个剧院都听到了她的敲击声。经过医学检查，也证实了玛格丽塔的脚趾关节就是声音的来源。作为招魂术的创始人之一，这对灵媒姐妹的公开打假震惊了整个灵媒界。玛格丽塔再次强调，这一切从头到尾都是谎言。虽然灵媒姐妹公开承认招魂术是骗局，但对于一部分执迷不悟的信徒来说，他们始终坚信玛格丽塔是在胡言乱语，肯定是酒精麻痹了她的大脑，所以才会说出这么可怕的话。然而自从曝光之后，这对灵媒姐妹就过上了拮据的生活。大约1年后，玛格丽塔试图撤回自己的证词，但早就没了可信度，而他们的传奇故事也彻底画上了句号。当然，他们的结局并不好，相继在贫困潦倒的日子当中倒下了。1982年7月，凯特死于酒精中毒，次年3月，玛格丽塔也去世了。好了，看到这，是不是觉得这对灵媒姐妹的故事又长又臭？她们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歪路，利用人们的心理暗示以及时代环境，将许多普通人收为自己的信徒，诈骗事业搞得风生水起，说一句骗子界的祖师爷级别也不为过吧。话说我很想知道的是，当玛格丽塔揭秘骗局的时候，这些信徒们的心路历程到底是怎么样的？当然不包括那些顽固不灵的，真的是没救了。不过即使是放到现代，像福克斯姐妹的骗局也时常在发生，特别是在互联网上，许多人做局疯狂收割群众，有些人被割了还在替骗子数钱，真的是把人性的弱点琢磨得透透的，让人越陷越深。事实证明，不管是什么时候，我们都要理智，相信科学，也不要觉得天上会掉馅饼，才不会被轻易带跑偏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各位有什么被骗了的经历吗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再见吧。